2008年，少女从病床上醒来，面前是一个和自己同样有着金色头发的男子。男子名为奥托·阿波卡利斯，是少女的主治医生，也是天命的主教。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是奥托将少女从鬼门关拯救回来。但据说，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少女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在这名医生的引导下，少女为自己挑选了一个新的名字——比安卡·阿塔吉娜。那时的少女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动，更不知道眼前这个金发男子隐隐密谋着的惊天计划。提安娜·卡斯兰娜，这是少女原本的名字。作为齐格菲·卡斯兰娜和塞西利亚·沙尼亚特的爱情结晶，少女在出生前就被寄予了种种祝福与厚望。但第二次崩坏夺走了少女的一切。塞西利亚在那场战斗中不幸牺牲，而7年之后，因为一场与空之旅者有关的意外，少女自己遭遇了开头的那段故事。她成为了实质上的孤儿。在孤儿院那段原本不好不坏的日子里，比安卡遇见了天命女武神冲锋队的队长拉格纳·罗德布洛克。即使经历过无数痛苦与牺牲，拉格纳依旧开朗阳光，就像一位传播着美好的天使。可在2010年冬天的西伯利亚，这位如夏日般可爱温婉的老师永远地离开了世界。对故人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下去。为了完成拉格纳老师所未能实现的使命，比安卡下定决心要成为天命最强的女武神。在参加天命女武神准入测试时，比安卡曾与丽塔擦肩而过。尽管那时两人并未相识，但奇妙的命运终究还是借着那次量子之海的任务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2012年2月29日，借由格尼乌斯系统，12岁的比安卡与奥托为其配置的副官丽塔一起前往量子之海中的某个世界炮。进入量子之海后，在与卡里多尼亚号的船长莎士比亚交流的过程中，比安卡得知，在这个世界炮里，欧洲大陆被神秘的阿斯加德之壁围住，任何触碰到障壁的生物都会瞬间灰飞烟灭。更糟糕的是，阿斯加德之壁在不断向外扩张，将世界吞噬殆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莎士比亚曾试图用圣剑幽兰戴尔破坏障壁，却以失败告终。蕴含神秘力量的7颗宝石也散落到世界各地。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他希望比安卡可以重新驱动这把圣剑，破坏阿斯加德之壁。于是，比安卡与丽塔成为了卡里多尼亚号的乘客，和莎士比亚一行人踏上了寻回7颗宝石的冒险旅途，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体验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最终，比安卡找到了所有的宝石，解决了阿斯加德之壁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世界炮也仍然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好在卡里多尼亚号的冒险同伴薛定谔博士急中生智，指出可以借助圣剑幽兰戴尔的力量，将整个世界炮繁衍进比安卡体内，由比安卡从外部世界保护它的完整。只要比安卡还活着，这个世界炮就还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但是这也意味着比安卡从此要背负起守护另一个世界的责任。不过比安卡并没有因此而产生犹豫，她说：女武神的人生从来不都是这样的吗？为了我所喜欢的人，为了这些人所喜欢的更多的人，为了所有让人能够称之为人的人，他们曾经使我获得了感动，而我也愿意献上自己的一切来守护他们。而在任务成功回到天命后，少女也在自己的名字中加入了幽兰戴尔这个部分，以示自己的意志。将体内的世界炮接入虚数之术，防止她的命运与自己这个保护者过度绑定，从此成为了幽兰戴尔的一大目标。而奥托也自然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不过更重要的是，为了承担起这份责任，不负那整个世界的重托，幽兰戴尔从此在一点一滴的事情上都会严格地要求自己。为了成为更强大的战士，他不断磨练自己的性格，努力让自己变得冷静理性，甚至从一个咋咋呼呼有些虚荣的女孩变成了某种在旁人眼中不易接近的存在。但正因为如此，
幽兰戴尔不负众望地成为了天命有史以来最年轻也是最强的 S 级女武神。这件事发生在2015年，幽兰戴尔名义上15岁的时候。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奥托将创生之剑黑渊白花交付给了她。虽然此刻的少女还不知道，这柄武器对她而言究竟意味着怎样一种厚重的传承。同年，奉奥托的命令，幽兰戴尔和丽塔一起前往伦敦，成功带回第二神之剑千界一城。而在参与第二神之剑的启动实验时，幽兰戴尔被一位名为苏的先行者拉入了须弥芥子世界炮内，被迫参与苏以自身经历创作的试炼。在这一过程中，幽兰戴尔简单而直接的热情唤醒了因为与凯文的争执而深陷消沉的苏。出于对这种真挚之情的信任，苏决定把自己的救世计划交由幽兰戴尔转授奥托，并将须弥芥子托付给了幽兰戴尔，帮助他更自如地控制体内世界炮的力量。这也是不灭星矛的完整由来。从此之后，幽兰戴尔就开始配合奥托，一步步推进借用千界一城连通虚数之术的实验。可是实验屡屡陷入瓶颈，为了取得更大的进展，奥托需要妥善利用空之律者，甚至是凯文的力量加以辅助。2016年，随着空之律者在奥托操控下重临于世，整个世界进入了多事之秋。2017年，收到丽塔递交的烈月报告的幽兰戴尔，为了解救丽塔、回收 Kiana 而来到了天穹市。当时 Kiana 已经为了拯救天穹市而耗尽了自己的所有力量，正无力地从空中坠落。于是幽兰戴尔使用黑渊白花催生出巨树，接住了坠落的 Kiana， 以自己的方式将她保护起来。此时牙医赶到，他想要阻止幽兰戴尔带走 Kiana， 却因实力差距悬殊，无能为力。在确认丽塔的安全后，幽兰戴尔将 Kiana 带回了北非的维穆尔实验室。对当时的幽兰戴尔来说，掌握空之律者力量的 Kiana 是奥托进一步实验的关键，而那时的他与 Kiana 之间也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后来，由于实验室遭到世界蛇的突袭，这对姐妹的第一次正式会面便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但对奥托来说，这次事件不仅让他确认了空之律者的能力，还更进一步与世界蛇的领袖凯文达成了历史性的合作协议。当时的幽兰戴尔不可能知道，至此奥托复活卡莲的布局已经准备就绪，他只需要静静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一步步实现这个会将所有人卷入其中的计划。之后经历了珊瑚岛事件和石之律者事件。2017年6月，天命收到了一组奇怪的报告，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背后却都有崩坏的影子。在奥托遭遇了石之律者后就一直失踪的情况下，代管天命的幽兰戴尔决定与逆商合作，将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同步给逆商，共同对抗这一系列诡异事件的幕后黑手千人律者。而在打败千人律者后的某一天，奥托突然回到了天命，准备已久的他迫不及待地正式启动了把世界炮接回虚数之术的实验。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少女有了真正的机会去完成幽兰戴尔这个名字代表着的重大使命。虽然从结果而言，目前仍没有办法实现世界炮独立的最终目标，但在老朋友石宇绮罗、尼古拉斯和圣剑小优的帮助下，少女找到了可以与人共同分担体内世界炮的方法。少女终于不用再独自一人承担守护世界命运的责任了。另一方面，这个实验的成功也意味着奥托的计划终于可以进入最终的实施阶段。即使面对自己500年来最棒的学生幽兰戴尔，奥托也从未将计划全盘托出过。与此相反，他恰恰要利用幽兰戴尔认为他奥托也打算拯救世界的态度。他派幽兰戴尔于克洛斯城镇迎接德丽莎一行人，并以此为契机，在台前幕后不断使用激将法刺激他们。最终，当幽兰戴尔发现奥托即便牺牲整个世界也要复活卡莲的时候，他决定对奥托
发起不惜诉诸武力的质询。这是尤兰戴尔第一次公然违抗主教的命令。将体内的世界炮托付给丽塔后，他只身前往教堂，与奥托当面对质。虽然尤兰戴尔更希望打破砂锅问到底，弄清奥托真正的想法，但奥托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而是主动挑起了战斗。在与奥托的战斗中，尤兰戴尔在武力上胜过一筹，一时击败了奥托。不过，奥托也借机完成了伪神的升华，并一举将尤兰戴尔流放到了卡斯拉纳的圣痕空间，计划以借刀杀人之计，让尤兰戴尔在无意中帮助自己清理道路。复杂、混沌，没有尽头。在圣痕空间中，无数的记忆碎片几乎将少女淹没。而在最终知晓自己身世的那个瞬间，少女内心却因为一些并非自己的缘故而五味杂陈。她想起了那个人生中充满遗憾的齐格飞，想起了那个继承了奇安娜之名的成熟战士。她自己早已能坦然接受任何命运，但如果那些真相会影响到自己所认可、钦佩的人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或许少女的人生始于谎言，少女的行动过去始终在那位主教的计划之中，但少女从来不是谁的棋子，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出于自己的意志，走过的每一段路都是生命中重要的瑰宝。无论使用哪个名字，是比安卡，是尤兰戴尔，还是卡斯拉娜和沙尼亚特，少女都是那个满怀热血为世界上所有美好而战的女武神。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少女心中没有迷茫，因为她相信自己会始终勇敢地走下去。在未来的旅程中，少女将继续坚守自己的使命，直到人类战胜崩坏的那一天。以及那一天之后的每一天。